阴极阳生冬至寒，掌玄八卦走泥丸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北京八卦掌博物馆视频开播后的第99集。在这里，首先祝朋友们快乐长长久久，幸福长长久久，健康长长久久。岁月如梭，冬至将至。冬至是24节气中兼具自然与人文意义的重要节日。这一天，北半球白昼最短，黑夜最长，此后白昼一天一天的加长。民间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。在古代，到了冬至这一天，一是要敬天祭祖，感谢上天和祖先的庇护；二是从冬至进入数九，民间有画99消寒图的习俗，这样来记录冬日，期盼春暖。说到这儿，我不由得想起儿时听父亲和舅舅聊天的情景。当他们谈到阴极阳生时，说冬至这一天，有时鸡毛会从大胆瓶中慢慢地飘上来，这给我童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。冬日的暖阳从四合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，好像春天也在他们推杯换盏中慢慢地萌生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期望。由此可见，中华民族对冬至节气的重视。为了纪念这个节日，我们八卦掌博物馆还特意设计了一枚冬至纪念票。您看，这上面的动作就是八卦掌的64手日月并行，背后是子明先生的画作，画的蝙蝠和乌龟意喻着福寿同归。您再看这幅山水画，这是子明先生早年在冬至这一天所绘，由此可见先辈对节气的重视。冬至这一天还有吃饺子的习俗。相传东汉名医张仲景辞官回乡，他看到乡里的百姓因为寒冷耳朵都生了冻疮，于是他就用羊肉、辣椒和驱寒的药材做馅，包成耳朵形状的椒饵，煮熟以后分给百姓们食用。百姓们吃了以后，耳朵的冻疮就都好了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，便在冬至这一天包饺子吃，于是这一习俗便在北方广泛的流传。民间还有舒服不如倒着，好吃不如饺子一说。说起饺子，我还是最爱吃我们家的熟馅饺子。有的朋友不禁要问，谁家吃生馅饺子呀？我说的熟馅啊，是把生肉馅煸熟以后再加入蔬菜。怎么做呢？您把锅烧热，放入油，油热以后放入生肉馅，煸去了腥味和水汽之后，再放姜，放完姜再放葱，然后倒入酱油，这个时候香味就扑鼻而来。等肉馅放凉了以后，再放入切好的韭菜，或者加点鸡蛋、虾仁等等。但是千万不要放五香粉，那样就把鲜味冲淡了。如果您一直吃生肉馅做的饺子，不妨按照我的方法试一试，吃一回熟肉馅的饺子，一定给您不一样的感受。朋友们，在古代描写冬至的诗歌也很多，下面几句就是唐代诗人杜甫《小志》中的几句：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绣五文天若线，吹家六管动浮灰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卦掌，用古老的易经的义理来阐述权理，讲究动静结合、刚柔并进，特别是阴阳转换。阴阳融掌法，冬至练精神，让我们在这阴极阳生的冬至季节去细细的品味
着深刻的掌法吧。祝朋友们冬至安康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。